starts in my toes and I crinkle my nose. Wherever it goes, I always know that you make me smile. Please stay for a while now. Just take your time wherever you go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an。那我现在人在台北，我已经很久不是因为工作而来台北了，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台北了。那之前的话，就是可能像市集啊，有一些活动我才会来台北。那这一次的话，是因为我澳洲纽西兰的朋友回来，所以我们要来这边吃饭。不过来了之后，还是想到说，好像也有影片可以拍。最近很流行手摇饮，其实也不是说最近很流行，其实台湾在手摇饮一直都是很盛行的。那手摇饮的话，其实不外乎就是茶或者奶茶或者珍珠奶茶这一些嘛。那我想要做一个评比的话，就是最近在网络讨论的声量很高的，就是一些比较纯茶类的茶饮。毕竟我自己是茶农嘛。那再来的话，我有受过就是茶改厂它专业的训练，我们是感官品评的初级、中级我都有过，也算是小小的专业人士。虽然说还没有到中高级，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来去评这些茶的话，其实还是有一些的分量。今天我在网络上搜寻了几家最近很多人在讲很好喝的，那我就是一间一间买来喝。那我用我们杯测的方式来试看看哪一个茶是比较 OK 的，因为其实我没有这样试过。一般的话，其实我不怎么喝手摇饮，因为我们家自己就有茶叶嘛，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喝我们家的茶叶就很习惯了。然后再加上，其实如果茶跟咖啡的话，就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咖啡。不过其实因为茶是算是我们本业嘛，所以今天的话，我来到台北，我就想说，买几家不错的，然后回去饭店来试看看。不过还是要下个警语啊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茶饮啊，或者说餐厅啊这些，其实都很主观。有些人觉得这个很好喝，不过我就是用我的喜好，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做过的训练，然后去做一些简单的评比，也尽量不要说大家去赞说他觉得哪一间比较好，其实没有意义。那我只是用我算评茶员的方式，我去看哪一间的茶饮它是我觉得很棒，那我去把它提出来，那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咯。OK， 那我们收集的总共5杯，就刚好在我们饭店附近的5间的话都是算分散的嘛。那因为我没有交通工具，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试茶的话，其实应该是要喝热的会比较准一点。但因为5间它从不同位置，我们在买的时候花了一些时间，所以全部都是买去冰无糖。当然这种好的茶我们不可能加糖，就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一杯的话是不夜侯，这一杯我很期待。不夜侯的话是在网络上面很多人推它的纯茶，说很厉害。那我今天点的话是云雾阿里山猪露。云雾阿里山猪露的话，其实它没有特别讲说它是什么茶种，因为我们会有乌龙茶、金萱茶、四季春等等的。那但是因为阿里山猪露的话，其实就在我们隔壁石桌那个区域。那因为它会叫猪露茶的话，是因为之前有一个省长叫谢东闵，早上起来他看到茶园上面有露水，所以他把那个地区的茶树他把它命名成猪露茶。猪露茶算是石桌地区特别的名字，但其实它本意上它其实还是一样是乌龙茶。制作方法都一样，只是名字它另外命名而已。再来的话，这一杯是冠军茶，这个是里面最贵的，这个是60家的冠军茶的话，我这边看它上面写的描述的话，它是写中烘焙冠军茶、台湾比赛精品茶，不过它没有特别写说它是哪一个茶种。我自己在猜的话，如果它这边描述，我猜它应该会是乌龙茶。这一杯的话是里面泡茶的方式最特别，因为它是用评鉴泡的方式去泡。那我们评鉴泡是什么呢？就是
我们瓶间泡在比赛茶的话，我们会是3公克150cc， 然后焖6分钟。但是因为它是做饮料，它把那个瓶间杯做大一点，我猜可能是300ml 的。那我猜它应该是用6公克的茶，但是用焖6分钟。这杯点的话，你要等10分钟左右。那这一杯它的冲泡方式是我最期待，但里面是价格最高的，这个是120块。然后再来的话是纪元，纪元这一杯的话，我是点30C 茶网，它是写高山茶，然后茶区是30C， 然后茶网，但是它也没有特别写说是什么茶种。但我自己在猜，因为30C那边有名的，当然也是一样乌龙茶。那30C的话，其实它的海拔应该会落在可能在1500上下左右，然后它的纬度是比我们奋起湖再北一点点。这一杯的话，30C 茶网它上面有特别描述说是有兰花香、柚花香。那以这个描述的话，更加确定它应该会是乌龙茶。但是虽然说它没有写，不过应该喝看看就知道了。然后再来的话是这一杯是青山的冬青。那冬青的话一样，它没有特别写说它是什么茶种，只有归类在青茶。青茶这边它有分成春夏秋冬青，那我点的是冬青，冬青是里面最贵的。那它这边有写的话是香气是清香，但它没有写什么茶种了嘛？但我猜应该也会是乌龙、金萱，然后或者四季春，但是没有写，我们要喝看看才会知道。最后一杯的话，这一杯这个是台茶12号金萱，这个是小制作茶。小制作茶的这一杯它是台茶12号金萱茶，很多人会知道说它是台茶12号嘛，但是其实它会有另外一个别名叫27仔。27仔就是我们台语的李七啦。那金萱茶的话，它会有一个特色的茶香，最明显的话就应该会是奶香，然后再来它没有经过烘焙，应该会是有一点点的像槟榔花香。所以这一杯的话，我希望这两个味道可以出现。不过我这边看到它的茶汤的颜色比较深一点，我猜它应该是有经过烘焙，所以它应该会比较强调在就是奶香的部分。等一下试看看就知道了。在喝之前会先观察一下它的茶汤的颜色。那在这几杯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有这2杯它会是颜色比较深的。那通常颜色比较深的清茶类，通常就是会经过烘焙的。那很明显的，这3个颜色其实都蛮漂亮，都是比较接近于，可能接近于金黄色，那没有到这么的金黄。那这一杯的颜色应该是所有里面我觉得最漂亮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试一下这第一杯。这一杯的话，它茶汤的颜色比较深一点点，很明显的它一定是经过烘焙的。它这一杯的话经过烘焙，然后它其实泡的话不会泡太久。它的回甘度很好，其实只要经过烘焙的话，它的清香会下降。这一杯其实它的茶体的厚度很不错，但是我个人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喜欢经过烘焙。我觉得如果说它是很好的茶，我会希望说它保持一点点的清香。那我觉得它这个烘焙稍微过了一点点，就是有些人喜欢这种茶体比较扎实一点的，那我个人会希望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凸显一点的可能清香型会比较好。再喝一次。说真的，它这一杯的茶，它的甜感非常好，厚度很不错，然后它的焙香其实抓得刚刚好，就是大概在可能如果以咖啡来讲的话，可能是浅中或者接近中焙，它有那个焙香出来，但是把一些花香稍微下降一点点。那这杯不错，这杯我还蛮喜欢的。第2杯，很明显的奶香。然后因为其实看茶汤知道它有经过烘焙，那烘焙的话，这个一定是金萱，等一下应该就可以知道答案。这个应该是金萱，很明显的它那一个奶香。对，但其实我们讲的奶香，其实它不会是想说可能是牛奶的那个味道，我觉得会有点像是牛奶糖。其实我也是很久才可以确定说原来大家讲的奶香是这个，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对于奶香的认知不一样。但是我可以确定这个不会是加香精的奶香，因为这个味道是我很常喝到的。但是比较可惜一点点的话，我觉得一样它的甜感很丰富，然后不会涩，但是比较可惜一点就是它把金萱的那一个花香稍微往下降，因为它经过烘焙嘛。烘焙的话，其实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让它的茶比较稳定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会牺牲掉一点点的原始的花香，但是它至少它的甜感、奶香这个都有做出来，然后也不会涩，然后甜感也不错。但是如果真的要比起来，因为这杯我猜应该是乌龙茶。其实乌龙茶跟金萱茶的差别在于说，乌龙茶其实它的甜感会比较细致，
然后金萱茶它的甜感会比较不会这么的没有那么的优雅，就是它比较没有绵长的那种甜感。那这一杯呢，它的奶香表现的还蛮不错的。再来试看看第3杯。这个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也是乌龙茶。再喝一下，可是稍微淡了一点点。对，这个是乌龙茶，但是我可以闻到，我觉得有一点点的花香，但花香不是这么的强烈，因为以它的茶汤的颜色的话，它应该没有经过什么烘焙，然后它我觉得带一点点的青味，那我们讲的青味是有点类似像青草味，就是比较原始的味道，没有经过烘焙的味道，但是我觉得好像发酵度比较没有那么足，这个有可能是比较高山的。那很明显的话，就是因为如果说你没有经过烘焙的话，它的甜感会比较没有那么重一点点，比较没有那么厚重。但是我反而会很喜欢这一支的，带点花香调，然后甜感的话是比较优雅一点点。它的花香，这个还不错哎。就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边的茶会有点接近，很像我们那边附近的茶。我觉得说不定它是不夜红，有可能是。这杯我怎么稍微喝不懂？等一下我再试看看。好，那这一杯的话，其实它也是会是，我觉得是类似轻烘焙，它其实应该有一点点的烘焙，但是很轻的。但是它的花香其实还是有一点的，我觉得可能是稍微比较淡一点点，就整体的茶感比较淡一点点，然后只是带一点点的涩，但是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的突出。哇，这一杯有点考到我。其实它带一点点淡淡的涩感，但是这个涩，我觉得稍微在舌头稍微停比较久一点。这个可能，我这杯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，但是它应该也是乌龙茶，但是这一杯可能目前喝到这边，可能我会分数低一点点，也不是不好喝，就是以我自己在品茶的话。第一个，它的茶香不突出，甜感的话比较快就断掉，然后再来就是我现在喝完之后嘴巴是有一点点涩感，所以这一杯我就先保留着，因为我不太知道它是谁。再来是最后一杯，这一杯一样，它带点花香，也是没有太经过烘焙的，应该也一样是乌龙茶。一样，就我觉得跟这一杯有点类似的感觉，就是它给我感觉是比较茶体比较没有那么的扎实，然后都是优雅的花香，没有经过太多的烘焙，然后甜感稍微比较薄一点点。其实我觉得应该跟我喝冷的也是有关系，但至少这一杯不会涩，然后你喝起来的滑顺感是 OK 的 ，OK 这个我觉得及格。但是我觉得稍微水感比较明显一点，就是没有那么的扎实。然后对，后面的回甘度比较没有那么的好。但至少它有花香，然后整体的茶叶应该也是用的不错。对，这杯也 OK， 茶体 OK， 然后花香 OK， 但就甜感比较没有那么的好一点。然后我觉得稍微水了一点点，就是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冷的，加了冰块之后它会有一点点。让我们的就是水温比可能会稍微降低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答案。那我就简单做一些排名，就是以这几杯来讲的话，我自己最喜欢的，这里面的话我会比较喜欢这一杯，因为这一杯的话，我觉得它整体的茶感，然后香气、甜感，然后跟它的茶汤的细致度跟厚度，我觉得都不错。这一杯是不夜红，哇，厉害！这一杯是猪鹿茶，难怪我会觉得这一杯茶其实有点像我们那边茶的味道。那我觉得这一杯蛮厉害的，就是以它这样子的表现，它是现泡的，要等10分钟，但是我不确定它是怎么泡。这一杯它有经过轻轻的烘焙，但是它不会烘焙的熟度，我觉得蛮刚好，就是它不会太过，然后甜感很棒，花香还保留住，那整体的茶感是很扎实的。然后再来的话，第2杯我会给到这个是，先试看看。
我喜欢这一杯的话，是因为它的烘焙比较稍微重一点点，但是它的整体的茶感厚度很棒。那这一杯是谁？哦，这个是60加，这个就是里面最贵的那一个。跟这一个不夜喉比起来的话，当然烘焙程度再重一点点，但是它的茶感厚度更好。然后有时候像这种你经过烘焙比较稍微重了一点点的话，我们怕说它会带点涩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就是它的香气会觉得有点让人有点嘎叽的感觉。不过它这个表现得很不错，是泡出来的厚度是刚好，因为它是用品鉴泡的方式去泡嘛。这一杯我觉得也很棒。然后再来的话，第3名我应该会给这个金萱好了。这个因为这个金萱很明显就一定是小制作茶，对，小制作茶，因为它太明显了，它这个金萱的香气太明显了。对，因为我会给它第3名的话，是因为其实它把金萱的特色完全表现出来，就是金萱我们要的就是那一个奶香，然后再来的话，它有经过烘焙，虽然说可惜一点，它把它的花香给降低了，但它的甜感是很不错，然后它的奶香是很刚好的。有一些饮料店它卖的金萱茶，它会是有点假的那种金萱茶的味道，就是奶香太过突出，就是很明显就是奶香精的味道嘛。所以我觉得这一杯的话，我会给它第3名。后面这2杯的话，我们就也不用是给第几名。以喝完这几杯的话，我必须给一个赞，就是至少他们都不会是加香精的味道。然后其实每一杯他们都是认真在做茶。我觉得这边的话都是很好的纯茶，但我没有去喝调饮，就是可能奶茶之类的。毕竟我是茶农的话，我学的也是就试这种纯茶。我觉得每一杯的话，它的茶其实都质量都很棒。然后价钱的话，其实我觉得，如果说他们是用这么好的茶，其实我觉得合理。当然有2杯的话，稍微比较淡一点点，比较可惜。我觉得这几杯的茶叶都很棒。之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可以再试看看其他的。OK， 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影片。第一次开启这样子的系列，我觉得还算蛮有趣的。不过比较可惜的是，因为这一次订了饭店，它没有桌子，所以我们今天是用行李箱去放在那个桌子上面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没有带杯测杯，因为其实还是有点重量，然后这次出来的话，其实没有那么多空间可以放杯子，所以比较可惜一点。不过之后的话，应该还会继续再用这个系列，因为我觉得，一方面的话，现在手摇饮真的是市场很大，那我想要以我自己专业的方式来去让大家了解说，这个茶怎么样。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都可以留言给我。然后如果说在你们的县市有什么不错的纯茶饮，这个你都可以推荐给我，然后在下方留言。好，那影片就到这边了。那如果说大家喜欢这个影片，记得分享给朋友，然后记得留言。如果说你有什么喜欢的饮料，那影片就到这边咯，拜拜。